我是这个世界一个毫不起眼的炮灰角色。我操！别打了！身边随便拉一个人都自带金手指，然而只有我知道，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是未来会毁灭世界的大 boss。为了维持这个世界不被破坏，各种穿梭者、重生者、攻略者轮番上线攻略它，而作为他青梅竹马的我，却被这些男主角们彻底忽略。这个是谁啊？我怎么不记得叫什么了？我也不记得了，管他呢。反正我是个透明人，就连我的父母都难记住我的名字，不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。所以我在听见新来的转学生新生时，也只是微微挑眉。宿主，请获得女主角白宁冰的好感，完成任务后会得到相对的奖励。他嘴角上扬，哥可是情场高手，看我分分钟拿捏。他的想法和他谦虚的自我介绍显得格格不入。看了旁边的白宁冰一眼，轻声说：“白宁冰，你听到了没？”要是我不聋的话，我想我应该听到了。怎么，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吗？看来只有我能听见转学生的心声。我若有所思的点头，随即就将一切抛在脑后。摆烂吧，反正我只是个小小的炮灰角色，帮不了什么忙。希望这些穿梭者努力点，防止这个世界毁灭吧。下课后，我抢了白宁冰的面包就开始吃了起来。随即季伯常便拿着礼物朝白宁冰走来。这是我给新同学带的礼物，请收下。与之响起的还有一句：系统，这次的攻略目标也太漂亮了吧，和他 kiss 肯定很有感觉。我差点被呛死，不受控制的发出咳嗽声。白宁冰皱着眉，轻轻在我背上拍着，嘴里却是嫌弃道：猪都比你会吃饭。我气愤填膺，咋地？你养过猪啊？白宁冰瞥了我眼道：猪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肯定没有猪聪明。这时季伯常鼓着脸看着我们，一脸委屈道：白同学，你们有点过分了，居然忽略我。我有点尴尬，正想朝他说声抱歉，就听到他脑中暴跳如雷的声音：系统，这男人是谁啊？小说里有这个角色吗？跟个小丑似的。宿主淡定，这只是个炮灰角色。小丑？炮灰角色？我冷笑一声，白宁冰也淡淡开口：不好意思。然后他接过盒子，里面是一个包装精致的爱心饼干，朝着季伯常笑了笑：真不好意思，我饼干过敏。季伯常语气失望道：这样啊，那你还有什么东西过敏吗？我明天给你带别的。白宁冰漫不经心地补充了句：准确来说，我对人过敏。季伯常再傻也听出来白宁冰这是在拒绝他，他尴尬一笑道：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就在我以为他被打击到了的时候，他却更加兴奋了。我靠，系统，这果然是 S 级女主角，太不给面子了。不过我喜欢，谁让她长得漂亮呢？我嘴角抽了抽，这群穿越者好像有点不聪明的样子。下一节体育课，我坐在树下拿着一本小说，白宁冰躺在我的腿上闭着眼听歌。我看着一帮学生嬉嬉闹闹的坐在了隔壁树旁边。来，我来给你讲。听说白宁冰就是高一开学典礼上当着全校宣布他不想谈恋爱，让大家不要来打扰他的那个人。我靠，这么高了！开始我也这么觉得，如果你见到他本人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他就是那种网上说的惊艳了你的青春的长相。我低头看了看躺在我腿上这个惊艳了别人青春的白宁冰，他闭着眼睡得正香。我刚想伸手摸一下，就见白宁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我淡定地从他左耳把耳机拿出，撇嘴道：起来，腿麻了。白宁冰揉了揉眼睛，慢慢起身给我捏腿，边捏边抱怨：太硬了，我躺着睡不舒服。我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草屑，哪有你这嘴硬，明明想让我多吃点，非得拐弯抹角的。白宁冰瞥了我手中的小说，问我怎么看起这玩意儿，好奇想看看霸道总裁小说里的男主角是什么样的。白宁冰捂着嘴笑了笑：本来就傻，别看得更傻了。放学后，天空一片阴沉，没过一会儿，淅淅沥沥的雨声响起。我和白宁冰俩站在屋檐下，大眼瞪小眼。我试探着说：你觉得我们跑回去不打湿头发的几率有多少？白宁冰说100%吧。我惊喜道：你有办法快说来听听。白宁冰很是淡定：我帮你把头拧下来，我跑回去后再给你按上去。我没好气道：谢谢你了。他笑笑：不客气。还没等我继续吐槽，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我：白姐姐，你没有带伞吗？不介意的话，这把给你用吧。我和白宁冰转身看去，就看见季伯常拿着一把伞直勾勾地看着白宁冰。白宁冰语气慵懒：不用了，谢谢。季伯常眸子微闪，眼睛湿润说：没关系的，白姐姐，你拿着吧，这么大雨感冒就不好了。同时我也听见他脑海中的想法：任何女人都对姐姐这2个字有着独特的爱好。我想了一下她叫白宁冰姐姐的样子，忍不住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，然后好奇地看了白宁冰一眼。只见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不好意思同学，我不记得我有一个弟弟，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要接受陌生人的东西。季伯常表情有一瞬间狰狞，又瞬间恢复。白同学真幽默呢，这变脸速度我都有点佩服他了。见白宁冰仍是那副不近人情的样子，只能咬牙说：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他转身就跑了出去，我听到他心里愤怒地吼着：给我等着，我会再回来的，我的方法绝对没问题，绝对是这个女主角有问题。眼见到手的回家工具没了，我问怎么办，
白宁冰拿着手机朝我晃了晃。叫了司机。5分钟后，我和白宁冰坐上了车。我笑着问他被叫姐姐是什么感觉。白宁冰不怀好意地回我：“你先叫一个试试。”我毫不留情回怼：“您想屁吃？”白宁冰撇嘴：“小气。”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这高冷不近人情的形象，以后真的会孤独终老的。”白宁冰扯了扯嘴：“放心，我要是孤独终老了，肯定带上你一起。”我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发自内心的感叹：“你大概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哑巴女友吧？不会说话的话，应该挺迷人的。”白宁冰凉凉地说：“你有脑子的话，应该也挺聪明的。”我再次发出内心的感叹，不仅嘴毒，心眼也小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司机叔叔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：“你们俩关系还是这么好啊？”我疑惑，不管对方死活的关系叫好吗？另一边，纪伯常秉承着越战越勇的心态，一大早就起来打扮自己，看着自己早上特意整理的发型，很是满意。系统告诉他，白宁冰的位置在篮球场。来到篮球场，他转着眸子看了几圈，却不见白宁冰。他皱眉问：“系统，你不是说白宁冰在篮球场吗？”系统提示在左边的树下看球呢。纪伯常定睛一看，白宁冰穿着白色碎花裙，正喝着奶茶，身边还有刚刚打完篮球的我。这时，纪伯常走过来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好巧啊，白同学，你们也来看篮球啊？”然后在心里把所有能想到的词都骂了一遍。他这个死炮灰怎么什么时候都在，真是个舔狗。看着纪伯常对我在心里骂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只是暗暗可惜这里没有瓜让我吃。白宁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”他尴尬地挠挠头：“白同学不要开玩笑，我是纪伯常啊。”我可以清晰听见他的内心已经崩溃了。我操，系统，这个世界肯定是 SSS 级的难度吧？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无情的女人。系统毫不留情地说：“明天是任务最后一天，请宿主努力，否则我们就要收回奖励，会对你下次的攻略有很大的影响。”纪伯常咬牙，脑子转了半天，也没想到什么好主意。以前都不用他出手，攻略目标就自己过来了，最多遇见高冷一点的，不出2天就迷上他了。而白宁冰简直就像个木头一样，他用尽浑身解数都不管用，反而还被他气得要死。既然这样，他不得不用上他以前最不屑的招数。纪伯常突然对着旁边看戏的我说：“这位同学，你可以回避一下吗？我有点事想跟白宁冰说。”我点点头：“行，你们聊。”白宁冰见我走了，脸上神色更加冰冷，说话也毫不客气。这位同学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你了，正好我也想跟你说清楚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说完就转身离开。纪伯常急了，连忙上去拦住白宁冰说：“我喜欢你，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。”白宁冰眼神淡漠：“说完了吗？没事的话我走了。”纪伯常打了个冷战，咽了咽口水：“真的，你看看我身材也不错，长得也不错，你给我个机会。”纪伯常抬头看着眼前正在干呕的女人，满脸难堪。白宁冰胃里翻涌，起身看也没看他一眼，丢下一句：“恶心。”留下纪伯常在风中凌乱。教室里，我盯着门口，白宁冰怎么还没回来？没出什么事吧？不对，我应该关心纪伯常吧？白宁冰怎么可能出什么事？虽然我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我脸色凝重，心慌意乱的我抬头看去，就见白宁冰脸色发白。我急忙上前问道：“白宁冰，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白宁冰拿着我的水杯漱了一下口，等嘴里没味了，他才停止。见我满脸担心的看着他，他低下头埋在我的肩膀上，声音带着一点委屈：“我被吓到了，都怪你丢下我。”长大后的白宁冰很少向我示弱，我愧疚起来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”白宁冰蹭了蹭我的手心，起身坐下。你还敢有下次？我从包里给了他一颗糖，问道：“纪伯常对你做了什么？”没什么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见他始终不肯开口，也放弃追问。放学回家，我洗完澡，随便套了一件白 T 恤，就来到白宁冰卧室门口，敲了敲门，没人回应。我直接推门进去，就看见他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。我过去敲了敲他的桌子：“咱们晚饭吃什么？”白宁冰摘下耳机，伸了个懒腰：“我做吧。”我捂着胸口，表情悲伤：“宁冰，今天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但是你也不至于要毒死我吧？”他将我的头抱住，用他的小拳拳捶向我：“在菜里下毒，都浪费毒药了。”我感觉柔软的触感从后脑勺传来，白宁冰脸和脖子一下子通红，他用力的挣扎，开跑下了楼。一时忘了他平常在家是不喜欢穿内衣的，毕竟他和我再熟，也不能把一个男生的头往胸上按。我下楼就见白宁冰已经在厨房切菜了，我过去一看，还挺像一回事的。可以啊，需不需要帮忙？白宁冰往高压锅里倒了肉，瞥了我一眼：“去坐着，别在这里碍事。”我迈着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电视。白宁冰警告我：“别吃零食，不然等会儿吃不下，我全都给你塞进去。”我无语，不就是等会儿吃不完了，想让我善后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菜饭香扑鼻而来。我关掉电视，白宁冰已经盛好饭了，简单的4菜1汤，而且全都是我爱吃的。我眼神惊讶地夸他。白宁冰嘴角上扬，眼神得意说：“本小姐那是天赋异禀，
这只能说明你的天赋是第二，而我就是那个第一高手，往往只会在最后出场。等哪天我给你露一手。饭饱之后，两人躺在沙发上，电视里播放着狗血剧。我躺在沙发上，踢了踢旁边的白宁冰。你真的不说吗？季伯常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白宁冰的声音带着独特的倦意。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么不可一世的人，居然会有顾虑的时候。我坐起身，眼睛盯着他，担心地问：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吐了？进教室后第一反应就是漱口。我不敢往更加坏的方面想。果然，那些所谓的穿书者会伤害他吗？我就不应该走的。白宁冰额头抽动，叹了一口气，看向我。我说了你不准笑。我眨着眼睛点点头。他尴尬地说：我被他自己脱衣服吓吐了。我惊讶，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看他的那里？白宁冰鼓起嘴。他自己脱的。我疑惑道：那你为什么会吐？白宁冰皱眉，吐出2个字：恶心。我震惊。那你看动作片的时候呢？白宁冰捏了我一下，不屑道：我从来不看这么恶心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反应过来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你看过？我眼睛一转，怎么可能？我听别人说的。男人不自爱，烂白菜懂不懂？遇到我算你幸运。回到房间睡觉时，回想起季伯常的脸，我就想笑。贵族学校男生多半有点高傲自大，自己家也不缺钱，让他们放下自己的脾气，讨好别人怎么可能？所以那些所谓的穿书者应该伤害不了白宁冰，毕竟她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。到底要不要告诉白宁冰他们都是攻略者的事？我怀着这个问题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，我踩着自行车，拖着白宁冰在前面喘成狗。白宁冰，你该减肥了。白宁冰靠在我背上。是你太瘦了，正好锻炼锻炼你的身体。我不满道：那你别贴着我，热死了。两人跟小学生一样，一路斗嘴进教室。我扫了一圈，发现季伯常居然还没来。平时这个时候应该早就来了的。我拿出手机看着他，居然更新了一条动态，全部都是 emo 的话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不是吧，哥们，这就 emo 了？一旁的白宁冰垂眼看了一下时间，时间到了，我得去学生会了。我问道：沈费还没回来吗？沈费是学生会的会长，这几天好像代表学校去参加什么活动了。白宁冰这2天临时担任这个职位。白宁冰解决完学生会的事，出来教室后一直往左拐，开门进去，上面明晃晃的写了3个字：糕点室。里面的师傅笑道：宁冰来了呀，今天想做什么？白宁冰系上围裙，师傅越看越喜欢这孩子。刚开始以为这个少女闹着玩的，没想到她居然坚持这么久了。白宁冰说今天想学做布丁。糕点师傅笑着拿出工具。像你现在这样的女孩子真的不多了，怎么样，追到喜欢的人了吗？白宁冰垂眸抿了抿唇，眼神暗了一下。还没有。师傅继续道：现在年轻人眼光这么高吗？要我说，你得说点好听的情话，叔叔可是过来人。想当年我的初恋就是被一个油嘴滑舌的小白脸骗走了，所以做了什么事要说出来，不要在背后做事，到最后人家也不知道。等你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被那些花言巧语的家伙骗走了。白宁冰停下动作，脸色沉下来，语气冰冷：他从来都是我的，要是他跟人走了，我就剁了那个人。师傅一愣，拍了拍自己的嘴：瞧我这张嘴，叔叔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气氛在沉默中过去。等白宁冰走后，糕点师傅才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松了口气。白宁冰拿着布丁进教室，一眼就看见我坐在课桌上。想起刚刚那位大叔说的话，他眼神阴沉。突然他抬起头冲我招手笑起来。他慢慢走近，把刚刚做的东西放在我的桌上。我眼神惊讶，问他布丁哪来的。他垂眼回我：学生会送的，不要的话给我。我忙说道：放在我桌上就是我的了。他笑了：那刚刚我手还放在你桌上呢。我想也不想脱口而出，因为你整个人也都是我的。白宁冰冷哼了一声：你是土匪吗？嘴里一如既往的嫌弃，但眼神看着我却温柔的不像话。我是你的，所以你也只能是我的。我撕开包装挖出一口，说我是土匪的话就专门抢你，到时候就让你当我的仆人，让白宁冰专门给我洗脚，想想都高兴。白宁冰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扬眉道：多谢大王奖励我。我戏精上身，不客气。看着我狐假虎威的样子，白宁冰配合我道：怎么样，大王，小的送来的布丁好吃吗？我吃完最后一口望着他，认真的说好吃。大王我很满意。我又笑着说道：我觉得我有魔法，昨天晚上我还说我想吃布丁，结果你今天就给我拿过来了。白宁冰笑了：你怎么不说我是流星呢？我沉思半天，好像有点道理。白宁冰垂下眼，声音低低淡淡的响在耳边：所以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对我说。我呼吸里全是他身上的清香，我只觉得心脏似乎停了1秒，然后砰砰砰的跳得飞快，拿着杯子起身，嘴里说着不着边的话：走开点，我渴了，我去接点水。白宁冰盯着我泛红的脸颊，低声笑了：所以顾晨，
你也对我是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把我当青梅看的那种感觉。我灌了一杯水，心跳才恢复平静，暗暗骂自己，那可是自己从小到大的青梅，是兄弟啊！你心跳什么劲？上课铃声响起，我回到座位上坐好，一脸平静地打开书做笔记。白宁冰侧过头看了我一下，你没事吧？开玩笑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只是突然口渴了。白宁冰指指我的书，现在是英语课。我看着自己桌上的数学课本，淡定地掏出英语课本。要是被白宁冰知道我居然对他心跳这么快，那还不得笑话我？小心脏，赶紧给我正常点儿。接下来，老师宣布的消息让我彻底平静了。同学们，为了让各位同学加强体力，学校组织了暑假前的活动。我们下周一带大家去露营爬山，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一下对生活的热爱。有人欢喜有人忧，爬什么山又累又晒。我前2天买的新衣服可以穿了，终于可以去外面玩一下了。同学们对季伯常1天没来这件事，谁都没有提起过，就好像忘了这个人一样。此时的季伯常躺在床上，他的脸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双眼皮变成了单眼皮，鼻子也不如原来高挺，皮肤变得暗沉。系统问道：宿主，你确定你要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季伯常捂着脸崩溃道：你不懂我现在没有万人迷的光环吗？我这么丑，怎么去攻略女主角？系统冷漠的声音。但是你什么都不做的话，系统只能判定失败，你会被抹杀的。季伯常迷茫问：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系统给他提示：现在可以去重新攻略，大家将会忘记过去的季伯常，他们会重新认识你。季伯常带着希望问：那我的脸能恢复回来吗？抱歉，宿主，那是你作为任务失败的惩罚，不能恢复。请宿主不要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貌，你忘了你以前也是靠这副样子慢慢完成任务变帅的了吗？季伯常恍惚：是啊，他以前就是这副样子的呀，这么久他居然忘了，他也是一步步完成任务走过来的。下个星期学校会有爬山活动，希望你能在5天之内完成攻略女主角的好感度，这样你的脸也会好起来。今天周五，放假2天，我收拾好作业，背上书包和白宁冰回家。走在路上，我看着手机开心地说道：白宁冰，宁红叶说她今天生日，请我们去吃饭。来到包厢，我和白宁冰进去的时候，宁红叶正和她的朋友闲聊着。我找了个空位坐下，一道落落大方的声音响起：顾晨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宁冰的好朋友宁红叶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女生，笑起来很甜。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见过你，据说你是宁冰的青梅竹马。宁红叶看着我，疑惑地说道：奇怪，我这人对帅哥都是过目不忘的，怎么每次看见你我都记不住？我垂眸平静地喝口饮料。我也很奇怪，这么多年我在别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存在感。小时候上课，只要我做任何事，老师好像都看不见我一样。就算第1天认识，第2天还是会问我是谁。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，可能就像那系统说的，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炮灰罢了。白宁冰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抓着我的手，温热的体温从白宁冰手心传来。我知道这是他在安慰我，他语气淡漠，对着众人说道：不是说要玩游戏吗？众人才反应过来，宁红叶拿着杯子说：对，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我放开他的手，缓缓说道：我没事。白宁冰垂眸看了我一下，拿起旁边的饮料猛地灌了一口，才觉得好了一点。宁红叶举起手说道：真心话大冒险的规矩就是拿到王的人可以让一个人做一件事。白宁冰看了一下牌，他拿到的是王牌，而我拿到的是5号牌。白宁冰淡淡的说：请5号在我的牌上写下你的名字。我微微愣住，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？是啊，宁冰，换一个刺激一点的吧。白宁冰眼神冰冷的看了他们一眼。有意见吗？他们也是吓了一跳。我们没什么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接过笔，机械的在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后面他们换了牌又玩了几句，我都是迷迷糊糊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告别几人，我和白宁冰走在路上。我停顿几秒，试探地问了一下白宁冰为什么让我写名字。白宁冰声音响起：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在他脸上停留几秒，然后慢慢移开视线，低头笑了笑。我其实没有习惯被人忽视的感觉，明明我做得很好，我的成绩和白宁冰一直在榜上并列第1，而老师却只是给白宁冰一个人发了奖励。我记得我那天哭得很伤心，而小小的白宁冰却冲进办公室和老师理论，老师同意重新给我发奖了，然后第2天又会忘记，如此重复着。后来白宁冰把自己的奖励全部给了我，并且把自己卷子上的名字全部改成了我的，小小的脸上充满了认真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强求别人给自己奖励，也不要求别人记得我。5月份的天晚上有点凉，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我看着旁边的白宁冰，伸手勾住她的脖子：宁冰，我想喝奶茶，超大杯加布丁的那种。白宁冰拒绝：不行，你今天刚刚已经喝了1杯凉的了。我撇嘴，耳边响起白宁冰语重心长的话语：妈妈也是为你好，乖儿子听话。我警告他：别逼我扇你。白宁冰朝我不屑一笑：妈妈觉得你舍不得。我感叹：你小时候真的没被狗咬过吗？难怪你现在这么狗。白宁冰扬起唇：你还是这个样子，
比较生动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就开始准备爬山所需要的东西。爬山活动是学校第1年举行，校领导分外重视。这次爬山，白泥冰只背了几瓶水和吃的。我们爬的是长象山，据说山顶上有一棵许愿树，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和喜欢人的名字挂在树上，那么这2个人就能长相厮守一辈子。不少同学对这个非常感兴趣，我和白宁冰并肩站在一起，打趣道：“白宁冰，你等会儿要是爬不动了，我可以背你上去。”白宁冰迈着步子，活力满满，回头笑了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本着想打击一下他的体力的，忘了这人应该没有所谓的羞耻心的。爬到半山腰，一些同学已经气喘如牛了，纷纷坐在地上开始抱怨起来。这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老师拍拍手，同学们加油啊！坚持就是胜利，你们的光辉岁月就在眼前。我也是满头汗，被刚刚说的大话打脸了。我脱下外套，坐在石头上喘着气，看来要换我被你背上去了。白宁冰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水，拧开盖子递给我，喝点水。刚刚不知道是谁说我体力不行的。我灌下一半，狡辩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为我的身体抱歉，但是我的心是充满斗志的。”白宁冰蹲在我的面前，给我擦汗，摇摇头说：“就你这体力，我能造好几个。”我憋着气：“你行，你最行。”白宁冰居高临下的给了我一个目光，向我伸手。当然行。我抬头不解地看着他。白宁冰屈着食指弹了一下我的额头。不是说要背吗？我摆手不用了，让人看见了要说我还不如女生呢。白宁冰挑眉拉着我的手拽到他的背上，闷笑一声：“想什么呢？最多背你一回。”我听闻羞耻心上来，用力地搂住他的脖子，到时候尴尬的也不是我，反正我没有存在感。白宁冰打趣道：“脸皮薄的小哥，请你看看，我们已经落后了。”我这才发现后面已经没人了。由于我和白宁冰是最后出发的，现在耽误了一会儿，同学们早就已经走远了。我奇怪地趴在他耳边问：“白宁冰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健身了？怎么一下子体力这么好啊？明明小时候是个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的小哭包。”还没走2步，白宁冰皱着眉，脸色通红，满头大汗。我从来都没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吓了一跳，立马跳了下来，捧着他的脸着急地问：“白宁冰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”我有点愧疚，早知道刚刚就不让白宁冰背我了。白宁冰接过我手中的水，一口气喝完，慢慢地平复着呼吸。走吧，估计等会儿老师就要过来找我们了。白宁冰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表情已经恢复和平时一样。我担心地说：“你要是不舒服可要说啊，我去找老师，你可别逞强。”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同学，你们好，我是老师派过来接你们的，同学们都在山上等着你们呢。”我打量着眼前的人，他看着白宁冰的眼神，却让我莫名的感觉不太舒服。系统，你确定白宁冰对我的记忆没了吧？当然，请宿主不要质疑我们的技术。熟悉的对话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男孩，他笑得爽朗大方。我叫季伯长，你可以把包给我，我帮你们拿。果然是他，只是为什么他的样子变了？所以白宁冰不记得以前的季伯长了。我想起那个系统所说的惩罚，所以现在的季伯长应该是被惩罚了。白宁冰礼貌回应：“谢谢。”季伯长笑得一脸灿烂。那这位同学呢？要不要我帮忙拿？我抓着书包，皱着眉：“谢谢，我自己来。”季伯长回道：“那好吧，我们上去吧。”系统，我记得我好像还有个道具没用吧？是的，宿主。不过我还是不建议你使用这个道具，会有副作用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用。为了白宁冰的好感度增加，我只能这么做。那我先祝宿主成功。听到这，我心脏颤抖，我用力拉住白宁冰。我现在很不安，我想把一切都告诉白宁冰，但是脑海里却浮现了一个声音，告诉我绝对不能说。我用力摇摇头，把那些声音甩出去。白宁冰垂眼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她的衣服被我的手抓得死死的。白宁冰拉住我的手，疑问：“你在怕什么？”我控制住自己不安的心，呼出一口气：“没事，有点累。我们快上去吧。”我明显有事瞒着他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我的表情，好像从这个季伯长来了开始就有点奇怪。所以这个季伯长对我做过什么事吗？白宁冰眯着眼，眸色暗沉地盯了季伯长一会儿。不管这个男人做了什么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季伯长高兴地在脑海里说：“系统，白宁冰是不是在看我？”是的，宿主。系统看着白宁冰上下浮动的好感度，一会儿是0%，一会儿掉到-30%，一会儿又掉到-50%。系统看得心惊胆战，看着高兴的宿主，一时纠结该不该告诉他。太棒了，这是个好消息，看来我的方法还是管用的。这次希望我不用道具就能成功。系统这次没有回答他。到了山顶，同学们又精神了，一个个正忙着写自己和喜欢人的名字，一群人叽叽喳喳的在讨论写什么好。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，也就没拿符去写。我打开盒饭，是白宁冰早上做的。你背着我干什么呢？你不饿吗？白宁冰默默把写好名字的纸条收好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再吃，
我去个厕所。我有点不安，我四周看了看，看见季伯常正跟其他同学说话，我点点头。你快点回来，应该没什么事的，几分钟的事而已。而且季伯常这个角度也看不到我们的位置。白宁冰掀掀眼皮，视线落在我的脸上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白宁冰慢慢地走去许愿树下，拿出已经写好的纸条，我和白宁冰的名字并排在上面。他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努力去得到就行了。像这种求神拜佛，是他觉得只有懦夫才会去做，而现在他却和懦夫一样，朝这棵挂满人们美好期望的树许下了愿望，一个他做梦都想实现的愿望，和顾晨长厮守一辈子。白宁冰挂好就走，因为我这个傻狍子还在等着他。他一转身就看见了季伯常，季伯常笑道：白同学，你也来挂符啊？我还以为你是不会相信这些东西呢。白宁冰不打算跟他聊什么。关你什么事？白同学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啊？我只是想跟你做朋友而已。他不明白了，他这次只是想慢慢靠近他，搞清楚他的爱好，来慢慢提升自己的好感度。可是白宁冰的态度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白宁冰眯眼道：不需要，别跟我说话。说完，他就朝着我的位置走去。季伯常在他背后咬牙。系统使用道具正在启用，启动完成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突然风声刮起，四周安静，时间开始停止。我咬着苹果的手停止不动，我心中震惊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能动了，我的牙还咬着苹果，这应该是季伯常使用了道具吧？我急了，果然不该让白宁冰一个人去厕所的，谁知道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，季伯常就使用道具了呀？怎么办？然后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我睁开眼睛看着这熟悉的房间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还在山顶上不能动吗？怎么一下子回到白家了？我想抬手拿东西，却发现自己还是动不了。奇怪，难道是白宁冰把我抬回来了？刚想完，我就看见自己的手动了起来。我听到脑海里传出季伯常的声音：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宿主，道具重复过去会让被使用者一直重复他心里的痛苦，而现在你的身份是他痛苦的来源，所以宿主，你得阻止痛苦的发生，让白宁冰走出这段痛苦的记忆。成功后，系统会篡改白宁冰的记忆，让他记得是你带他走出痛苦的。但是我这个身体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啊。这需要宿主自己发现，这是白宁冰的记忆，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痛苦是什么。我有多久时间？3天后必须找到白宁冰痛苦的来源，否则系统会直接判定你为失败，将你抹杀。这也就是这个道具的副作用。这么严重吗？我还以为只是跟上次一样变丑罢了。系统声音冰冷。没错，因为这是违规行为，所以系统提醒过你最好不要用，因为这会一不小心就让白宁冰黑化。我听着熟悉的对话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的季伯常应该在我的身体里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季伯常霸占了我的身体，而我被锁在自己的身体中，不能动，不能说话，只能看着他做着这一切。不过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我这个身体好像是我8岁的时候，所以我在这岁数让白宁冰痛苦了吗？我有点不太记得了。房门被敲响，少爷出来吃饭了。这是保姆的声音。我看着自己开门出去，我跟着她的视角，一个大概30多岁的阿姨站在门口望着我，笑得高兴。我们少爷真帅气，走吧，吃饭去，咱们小姐可等着呢。我眼皮一抖，我记得这个保姆小时候我很喜欢她，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见到我每次都夸我的人。只是后来听阿姨说，因为这个保姆手脚不干净，所以被赶出去了。我看着她牵着自己的手走了出去。楼梯口，8岁的白宁冰早已经靠在那等着我了，见我过来嫌弃道：慢死了。我正想回她一句你可以先吃，说出口的却是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我忘了我现在被锁在我自己的身体里，可惜了，我还挺想念现在的白宁冰的。季伯常看着现在8岁的白宁冰，她五官和长大后没有什么区别，活脱脱的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小公主。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，表情还没有那么冷淡，也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，皱着眉看了我半晌。你今天吃错药了？可能是现在的白宁冰身上还没有长大后的骄傲感，季伯常觉得她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。宁冰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他想上前去牵白宁冰的手。我记得现在的我和白宁冰关系好像还不怎么好，两个人天天吵来吵去的。白宁冰退后一步，望着我的眼神有点陌生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季伯常眨着眼睛，不解地看着他。顾晨，你真无趣。白宁冰丢下这句话就走进卧室，将自己锁了起来。保姆阿姨敲门：白小姐，你别生气，先吃饭，您可别气着自己了。砰的一声，房门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被吓了一跳。白宁冰这丫头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这还是我第一次见。季伯常也不安起来，连忙看向一旁的阿姨。阿姨，白宁冰怎么了？是我惹她生气了吗？保姆阿姨蹲下来说：没关系，小姐只是在耍小性子罢了，你去哄哄她就行了，毕竟小姐最听少爷的话了。季伯常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话了，不过这个保姆都这么说了，再加上他现在这个身体好像是白宁冰痛苦的来源，他必须搞清楚。白宁冰，你开门，对不起。
刚刚是我错了，你先出来吃饭吧。不知过去几分钟，白宁斌开门出来，他没有理面前的我，自顾自地下楼，坐在餐桌上吃起了饭。对吗？小姐不是说过吗？再生气也不能饿着自己的身体。小姐，这一点你可得向少爷学习呢。保姆站在白宁斌旁边给他切肉，又把水杯放在他的边上。我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，咽了咽口水，好饿啊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。只是这个保姆，这不是对白宁斌太热情了？我那个时候因为别人的忽略也习惯了，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对劲。季伯常吃着饭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系统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智商不够啊。我有点想笑，觉得季伯常对自己的定位挺清晰的。不过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抱歉，宿主没有这项功能。我真的要崩溃了。我抬眼看过去，白宁斌已经吃完东西，擦着嘴跳下椅子，慢慢的上楼。季伯常见他走了，连忙吃了几口跟上他。我看了保姆阿姨一眼，她正在不紧不慢地收拾着桌上的碗筷，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看起来很高兴。天花板上的灯光暗影照在他的脸上，明明是一副我见过很多的场景，却莫名让我打了个冷战。楼上，季伯常站在白宁斌的面前，看着他说：“宁斌，你别生我气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和你相处的，绝对不会做让你讨厌的事。”季伯常觉得这个身体的男孩一定是对白宁斌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，不然白宁斌不会痛苦了这么多年。总之，先和现在的白宁斌说清楚，他是不会伤害他的。白宁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看我这样突然笑了。左边的一颗梨窝看上去特别甜。行啊，那你以后叫我宁冰姐姐怎么样？季伯常看着笑起来的白宁斌，心砰砰的跳，迷迷糊糊的想着，好像是白宁斌第一次对他笑呢。原来他笑起来还有梨窝。我瞪着眼睛看着8岁的白宁斌，恨不得立马出去给白宁斌来一个飞踢，告诉他别想占便宜。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季伯常红着脸叫他宁冰姐姐。我那个气啊！如果我有罪，请用法律来惩罚我，而不是让我的身体做这种事。我闭上眼，不想看见白宁斌脸上得意的脸。白宁斌脸上根本没有一丝笑意，他眸底阴沉，小年纪的脸上居然和长大后的样子重合起来。季伯常有点恍惚，手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明明是他让自己叫的，可是他的表情却很可怕，他浑身打哆嗦。白宁斌望着我，突然笑了。那咱们以后好好相处吧。季伯常这才松了口气，点点头，抹了抹头上的冷汗，告诉自己别担心，这只是一个回忆而已。白宁斌并不会做什么。晚上我的房间，季伯常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而我睁着眼睛。如果我没想错的话，应该快来了。咔嗒，是我房门锁被打开的声音，随之而来的是开灯的声音。我看着站在我旁边的保姆阿姨，之前我8岁的时候和白宁斌一起被卖到人贩子手上，原来是保姆阿姨做的。很快保姆阿姨就抱着我和白宁斌上车了。开车的人是个满脸胡子的大叔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开心。这次咱们干票大的，这回白家的那个女人估计得大发雷霆了。保姆阿姨声音一改之前的温和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快点走，等会儿他们醒来可就不好了。”那个满脸胡子的大叔道：“怕什么？你不是给他们吃安眠药了吗？不过不是说好了就抓白家的小姐的吗？怎么还多出来一个男孩？”保姆阿姨讽刺道：“这男孩长得不错，应该也可以卖个好价钱，谁还嫌弃钱多呀？”胡子叔哈哈大笑：“果然最毒妇人心，要是让白家知道他们请了一匹狼在家里，肠子都要悔青了。”我看着这一切脸色发白，看了旁边的白宁斌一眼，见他闭着眼睛睡得正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按理来说现在这情况只是白宁斌的回忆罢了，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幻境或者一场梦，但是我也不想让白宁斌回忆这些痛苦。他们把我和白宁斌关进了一个漆黑的屋子里。天色渐亮，季伯常揉了揉眼睛，看着这破旧的房子吃惊道：“我靠，这是哪儿？好臭！”随后又捂住鼻子。系统现在什么情况？怎么一觉醒来场景变了？不知道，应该要发生什么重要情节了。你还是先看看白宁斌吧。季伯常这才反应过来，忍着恶臭的味道转了一圈，才发现白宁斌靠在墙上，连忙过去扶他，却被他躲开。他只好蹲着问他：“你没事吧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我跟着他看着白宁斌，他头上在微微冒汗，我知道他这是洁癖又犯了，从来都是爱干净的一个人，被丢到满屋子都是垃圾和散发着恶心臭味的地方，没晕过去已经很不错了。白宁斌起身，心中反胃。门开了，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瘦小男子走过来，凶狠地说：“吵什么吵？小心我收拾你！”白宁斌淡定地说：“这里太臭了，我想换一个地方。”瘦小男子顿时讽刺道：“你现在可不是什么白家大小姐了，还是把你那毛病收一下吧，不然到时候有你好受的。”白宁斌道：“你们也不想我们有事吧？如果你不给我换个地方的话，我死了你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吧？”白宁斌拿着玻璃碎片比着自己的脖子，眉心拧起一抹冷意，犀利的目光冷飕飕的，如同利剑。瘦小男子一下子吓住：“你可别乱来啊！我给你们换一个地方，好说好说。”明明是个小鬼，却被他的气势给镇住了。我看着这一切，现在的发展趋势都对白宁斌有利。瘦小男子带他们换了一个屋子，这里依旧是破破烂烂的，但是里面至少没有那么臭。瘦小男子神色不满：“行，地方也换了，
你把你手上的玻璃给我吧。白宁斌把手上的玻璃扔到他脚边，淡然地说：“你可以滚了。”男子果然气得眉头竖起，脸色涨得通红。眼前的人却不能打，不然打坏了就不能卖个好价钱。所以他只是骂骂咧咧道：“现在耍耍威风吧，到时候有你好受的。”然后就锁上门出去了。季伯常已经急疯了。宁冰姐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听了这声宁冰姐姐，眼皮直抽抽。虽然不是我自己在叫，但是那也是我自己的声音，听得我有点恶心。季伯常问系统：“系统，能不能搞个道具救救我们？”请宿主不要做梦了，你还是想想你这个身体是怎么让白宁冰痛苦的吧。这已经很明显了呀，肯定是这个身体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伤害白宁冰的事情，比如背叛他、自己逃跑什么的。一般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，这样才能让女主角有一个不幸的童年。那就请宿主加油改变他。季伯常这是看了什么狗血小说呀？不过我现在心思不在他这里，我发现从刚刚白宁冰开门开始，这里就有点不对劲了。我的记忆里不是这样的。此时白宁冰没理他，他坐在床上躺下了。季伯常觉得他应该是累了，也没说话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打开，我认出那个男人是刚刚开车的男人。他吊儿郎当的走过来，后面跟着的是那个瘦小的男人。他一把拉住白宁冰的领子，笑得满嘴黄牙：“小丫头，听说你很横吧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可不是什么白家大小姐，劝你给我老实一点，不然我可不介意我少赚一笔钱。”瘦小男子扔过来一个袋子，就跟着走了出去。季伯常连忙过来问：“你没事吧？宁冰姐姐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出去的。”白宁冰讽刺一笑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季伯常愣住了，他不知道也没办法，不过他能确定白宁冰肯定可以救自己出去。宁冰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么厉害，你肯定会救我出去，对不对？白宁冰垂着眸，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我看着他现在的记忆，不对，白宁冰非常不对劲。直到晚上，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。白宁冰慢悠悠地起身，拉开墙边的柜子。季伯常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帮他一起推开，小声问：“宁冰姐姐，这柜子怎么了？”白宁冰没有和他解释，我却知道那里有一个大洞，而发现这个大洞的是8岁的我。季伯常看着大洞惊呼：“宁冰姐姐，你真厉害！我就知道你有办法。”白宁冰淡淡说：“你先走。”季伯常表情坚定：“宁冰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先走？要走也是我们一起走。”来了来了，现在肯定是白宁冰让这个身体先走后，然后这个身体反手去举报了白宁冰，然后他从此以后就对人产生了不信任。以他看小说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，就是这样了。我嘴角微微抽搐，搞什么生死离别、爱情保卫战呢？白宁冰朝他怒吼：“让你走你就走！”我恍惚眨眨眼，这一幕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。8岁的我发现了可以逃跑的那个洞，背着白宁冰跑了出去。但是我力气太小，体力不够，加上这里山路弯曲，我几乎是摔了无数次，背上火辣辣的疼。白宁冰在我背上虚弱地朝我说：“你先走吧，放下我，我已经给母亲发了信息了，应该马上就有人过来。”我背着他忍着痛，慢悠悠地走着。既然已经给阿姨发信息了，那我就更不能走了。白宁冰没好气地说：“没发，骗你的，要发早就发了，是我没用，丢下我自己走吧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就知道你骗我了。白宁冰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，朝我吼道：“让你走你就走啊！”我艰难地笑了笑，可是你搂我搂得很紧啊。这一幕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让我丢下他，却又紧紧搂着我的白宁冰。季伯常也大声说：“我不会走的，宁冰姐姐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”突然，白宁冰唇角带着一抹阴森的笑意，周围涌动着骇人的冷意，犹如淬了毒一样的嗓音响起：“那你就永远在这儿吧。”我发现周围的一切东西一点一点开始消失，白宁冰也慢慢的从8岁的样子变成长大后的样子。季伯常脑中的系统发出警报：“警报！宿主失败，白宁冰黑化了，宿主会有生命危险。”季伯常急了：“那我怎么办？救救我，系统！我不想死。”“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宿主，请你好自为之。”季伯常害怕的哭了起来：“你别过来，我害怕。”我望着白宁冰，他现在眸底暗红，冷峻的五官泛着冷意，眼底深处涌动着几分病态的暗芒。我摇摇头，这不是白宁冰，白宁冰不是这样的。虽然他平时有点欠揍，但是他很温柔，有时候有点别扭，是因为他害羞。这样的他让我有点陌生和害怕。白宁冰一把掐着后退的季伯常，他眸底血红一片，看着他满是杀意。“你把他怎么了？”季伯常呼吸不过来，脖子上传来巨大的痛楚。他掰着白宁冰的手，突出疑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。”白宁冰手指用力，神情疯狂：“你给我出来，把他还给我！”我有点想哭。他认出来了吗？季伯常被掐得翻白眼了，已经说不出来话了。我动了动手指，心中惊喜。我慢慢扶上他的脸，笑着吐出只有我知道的别称：“憨憨。”白宁冰手抖了一下，颤抖着用力地把我拥进怀里，感受到脖子里传来的湿润，
我笑道：“你又哭了呀，小屁孩。”我慢慢闭上眼，咔嚓，我咬了一口苹果，摸了摸下巴，感觉下巴有点疼。我看了一眼季伯常，他神情慌张。原来我在里面觉得的不对劲，他早就发现不是我本人了。不过白宁冰这丫头上厕所半天怎么还不来？白宁冰看着眼前的树，上面被五颜六色的纸条挂满了。他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这个梦好真实，真实到让他害怕。想到这，白宁冰飞快地朝我的方向跑来，他颤抖手用力地搂住我，我差点被苹果死了。我拍他：“你干什么？白宁冰，你不会上厕所没洗手在我身上擦吧？”白宁冰抱着我，抚摸着我的背，他知道这里有一道伤，是为了他留下的伤。我扭头看着自己的衣服，假装不知道发生的一切。“你怎么上了个厕所过来？奇奇怪怪的。”白宁冰没好气地弹了我一个脑崩。刚刚梦见你叫我宁冰姐姐，可吓死我了。我捂着额头：“是吓死我吧？要我叫你姐姐，等下辈子吧。”白宁冰巧笑嫣然：“叫我什么？”我不假思索道：“姐姐啊。”白宁冰捂着嘴偷笑：“知道了，我好弟弟。”我反应过来，恼怒道：“你奸诈！”我收拾好包包，拉好拉链，我们两人一打一闹的下山了。山下老师已经开始清点人数了。我和白宁冰站过去，我发现季伯常一脸害怕的看着白宁冰。季伯常摸着脖子，他现在看见白宁冰就觉得脖子疼得厉害。一转眼就到了暑假，季伯常消失后，我再也没听到什么系统的声音了。直到白宁冰的生日，我拿着刚刚从白宁冰那抢的雪糕，坐在沙发上等朋友们过来。不一会儿，沈费、柳如烟和宁红叶就敲响了门铃。我刚刚打开门，沈费看见我的第一眼就倒了下去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弯腰下去扶他。沈费的心声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重生了？”“没错呢，宿主。”我手中的动作顿了顿，又来气头：“请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？”“宿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系统检测到你重生的原因是白宁冰这个人，请宿主10天之内获得他的好感度达到20%，不然你就会回到你重生前继续当服务员。”沈费睁眼起身，打量着这一切。前世在18岁的时候，因为家里很穷，所以别人都瞧不起自己，甚至欺负自己，只有白宁冰会跳出来给自己说话，赶走那些欺负自己的人。后来因为学生会的事，他们慢慢就认识了，他就知道了白宁冰的一些秘密。白宁冰喜欢他那个存在感极差的青梅竹马，而且还暗恋了许多年。这次是女朋友柳如烟拉自己过来给白宁冰过生日的。我心里疑惑，这次的好像不太一样，不仅时间变长了，就连攻略度也降了。我暗暗看了一眼白宁冰，肯定是这人太难搞定了，系统都看不下去了。进屋后，我就去冰箱里拿了几根雪糕，打算给他们降降温。白宁冰撇撇嘴：“为什么没有我的？”我没好气地道：“你不是特殊时期快来了吗？我看你是想到时候肚子疼找理由来指责我。”白宁冰看着我，没好气地踢了我一脚：“你才快来了！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好歹是个女孩子，就你这样的狗都不谈。”今天是我生日，白宁冰提醒我，表情一僵：“刚刚是我想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”这一切还得从礼物说起。早上我和白宁冰吃饭的时候，收到一个快递，里面是一把车钥匙和一双高跟鞋。我喝了一口粥，问道：“谁寄的？”“还能有谁？母亲和哥哥呗。”突然，白宁冰放下东西问我：“你的呢？不会没给我准备礼物吧？”“在楼上，你要现在看吗？现在可是白天，还没到晚上，而且还没吃生日蛋糕。”白宁冰拉着我上楼。“没错，就是现在。”我从抽屉里拿出盒子，递给了白宁冰。盒子很小，上面用丝带系着一个蝴蝶结。白宁冰解开蝴蝶结，撕开包装，盒子里面的是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心愿符。我见他没什么反应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解释道：“我不知道送你什么。”我想的头都快秃了，然后就想到了这一个方法，只在你生日当天有效。你今天只要说出你的愿望，我都可以帮你实现的。白宁冰笑了一下：“勉强可以，我许愿你今天不能拒绝我。”他发现自己的意志力好像越来越差了。我看着他接受了我的礼物，松了口气。接下来我肠子都要悔青了，因为只要是我说了什么让他不满意的话，他就一句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把我吃得死死的。8月的天打败了我们想出门的想法，几个人只好在家吹吹空调，在家玩玩游戏，打打牌。打了几局，我突然想吃学校门口的双皮奶，然后众人提议谁输了谁去买。不一会儿，宁红叶开门回来：“卧槽，热死我了！为什么输的是我？我决定和你们大战300回合。”我拿出一份，打开袋子，高兴地吃了起来。宁红叶把另一碗递给沈费，沈费默默地移了一下，看了白宁冰一下：“宁冰，你要吃吗？给你吧，我这碗没开。”白宁冰踢了我一脚，眼睛没看沈费：“不用，我吃顾晨的就行。”我无奈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一口一口地喂着白宁冰，恨恨道：“你不是不喜欢吃这玩意儿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不容易赢来的，结果一半都进这家伙的肚子。”白宁冰张开嘴，平时觉得发腻的东西，现在觉得也不是那么难吃。请注意你的措辞，
好的，白小姐，你还想吃什么？让我来给你喂。我扬起一个僵硬的笑，吃，等会儿撑死你。暂时不用，退下吧。白宁冰像是没看见我气得要死的表情一样，还冲我挑衅的挑眉。宁红叶打了个哈欠，好无聊啊。他转头看向白宁冰问：宁冰，你这辉煌的18岁就这样过了吗？也太无趣了。白宁冰没好气的道：我就喜欢无趣。然后小声嘀咕：我还希望今天你们不要打扰我和顾晨的独处时刻。我们来玩游戏啊。宁红叶提议。我这里有纸牌，上面都是一些惩罚。又找了个可乐的玻璃瓶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道具，瓶口对着谁，谁就要接受惩罚，怎么样？白宁冰懒懒的回道：无聊。见其他几个人都同意，白宁冰也没办法拒绝，只能无奈的说道：给我来转。玻璃瓶子声和桌子的碰撞发出滋滋的声音，最后停在柳如烟的眼前。柳如烟咧嘴一笑，看了白宁冰一眼，然后对着宁红叶说道：你帮我抽吧。好啊，让我给你抽一个最恶毒的。宁红叶还没说完，看着自己手上的卡牌，惊讶道：请和你旁边的人亲吻一下。我靠，这个惩罚卡我喜欢，刺激。柳如烟疯狂向白宁冰使眼色，又瞅了我一眼。白宁冰看了一眼我，果然我正睁着一双大眼睛，一眨都不眨的等着看他们亲吻的时刻。白宁冰没好气的掰着我的脸转过来：顾晨，你就这么好奇？我被白宁冰捏着脸含糊不清地说：放开我。然后就听到吧唧 kiss 的声，我气愤地打开他的手，揉了揉脸，凑近他：过分了，白宁冰，你自己看却不让我看。我对视向白宁冰的眼神，只见白宁冰脸颊染上一片绯红，咽了咽口水，没看。然后捂着滚烫的脸跑去了卫生间。我喝了一杯水，咋地？难道是觉得我很吓人吗？柳如烟看着落荒而逃的白宁冰，笑道：我也去个厕所。沈费看着这一切，知道我就是他的那个青梅竹马，马上上前靠近我：你和白宁冰的关系真好，真让人羡慕。我点点头，还行吧。沈费眉头一皱，似乎有点苦恼地说：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也特别想要一个青梅竹马的姐姐对我好，然后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可以保护我。不过我没你运气好。我一本正经的纠正：是妹妹。然后默默往沙发内移了下屁股。这人怎么感觉绑定什么系统后就怪怪的？我心里苦笑，聊不下去就别聊了吧。你尴尬我也尴尬，自己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这么想白宁冰过。白宁冰洗了把脸，喘着气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快要跳得飞出来了一样。此时的他眼睛里充满了水汽，耳朵通红一片。他来到阳台，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柳如烟从卫生间出来，就跟着白宁冰来到了阳台。说真的，你就不打算直说吗？白宁冰眯着眼睛，害怕万一顾晨不喜欢自己，那么他们的关系会回不到从前。柳如烟微笑着摆摆手，明明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白宁冰，却因为这个怂的一批。对了，上次不是让你给他写情书吗？怎么样，写了没？白宁冰顿了顿，写了，但是好像他没看见。柳如烟没好气道：白宁冰，你不是能忍的那种性格，到时候你就不是只是会失去他这么简单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心爱之人。我从他们身边冒了出来。柳如烟捂着嘴笑了起来。被你听到了，顾同学，我和白宁冰在谈心爱之人呢。什么？白宁冰，你有心爱之人了？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长得怎么样？白宁冰拍了拍我的头。我有没有？你不是清楚吗？我点点头，也是，就你这性格坏得很，怎么可能找得到男朋友？白宁冰拉着我，那我就只能祸害你了呗。什么？我无语地看着白宁冰，柳如烟在一旁看着，不禁同情她。这样子追顾晨得要很久很久啊。晚上吃完蛋糕，他们几个也该回去了。临走前，沈费拉着我的手，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说：顾同学，我觉得你人很好，以后我们常联系。我打了个冷战，不应该去攻略白宁冰吗？盯着我不放是啥意思？白宁冰奇怪地问：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鬼知道，那男人有点邪门，还是离他远一点的好。我搞不懂他在想什么，现在我都要感谢我那极低的存在感了。明天估计沈费就会忘了自己。白宁冰微笑对我说：挺好的，说明你的关注度变高了。我摇头，我那是不知道怎么拒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太擅长拒绝别人。白宁冰抛出一个问题：那你为什么拒绝我？我委屈地看着他，那不是跟你熟吗？再说了，我什么时候拒绝你了？今天给你当牛做马的，害得我想看的亲亲画面都没看到。白宁冰不动声色地问：你就这么想看？我有点尴尬，这不是看人家都说接吻会有触电一样的感觉，想看看他们的反应。白宁冰低声笑了一下：你这样又看不出来。我被他笑得脸有些发热，我当然知道，我看看还不行吗？那我们试试呗。我还没反应过来他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，白宁冰已经抱着我的腰把我拉了过去，我下意识地搭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我慌忙地想要退后。白宁冰盯着我：不是好奇吗？试试就知道了。你疯了吗？白宁冰，咱们是兄弟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气氛已经不对劲到了极点，我的大脑已经混乱，都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什么，才导致现在的这个画面。白宁冰像个魅惑人心的恶魔，在我耳边低语：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自己说的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你都要帮我实现。咱们是不是兄弟？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而且我长得漂亮，咱们都是初吻，你也不亏，
正好我也很好奇，也满足一下我。我看着白凝冰，确实如她所说，她很漂亮。不知道是被白凝冰蛊惑了，还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。我温柔一笑，继续道：“我刚刚吃了糖，可以勉为其难的试试吧。”我慢慢闭上眼，亲了上去。我第一感觉就是软，原来女生的嘴唇这么软呢。只是轻轻的一触，1秒钟不到我就松开了。我舔了舔唇，捂着心脏。原来小说里都是骗人的。虽然我觉得挺甜的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心脏过电的感觉。白凝冰声音哑得不成样子，耐心地问：“什么感觉？”我吐出几个字：“软软的。”白凝冰按着眸子：“过电的感觉呢？”我摇摇头，可能是亲的时间不够。白凝冰语出惊人：“这次让我来。”我惊讶地开口：“什么？”然后就被他封住了嘴巴，和我刚刚的亲吻完全不一样。他先是在我唇上舔了舔，温和地伸进去缠绕着我，然后轻轻地吻着我，心脏砰砰砰的，像要跳出嗓子眼。白凝冰迷迷糊糊地想着，原来顾晨刚刚吃的是牛奶味的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白凝冰才不舍得放开我，紧紧地捧着我的脸。这次呢？我大脑已经无法思考了，喘着气擦了擦口水，恼羞成怒到没感觉。这个人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居然这么坏！白凝冰望我微笑。怎么办？我可是很有感觉的。看白凝冰这个样子，我心跳加速，落荒而逃了。我仰躺在床上闭眼，一直做深呼吸，捂胸口快跳出来的心脏，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刚刚的画面。我怎么会和白凝冰接吻啊？要怪就怪白凝冰那个坏女人勾引我。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，那是白凝冰，是我兄弟。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的心理工作，总算是睡着了。第二天我起床看见白凝冰，就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嘴唇。干嘛一大早瞪我？我摸后脑勺，没什么。气氛一下子有点安静。平时吃饭的时候，白凝冰一个人叭叭叭的，能说好多废话。我为了不让彼此尴尬，率先开口：“昨天睡得怎么样？”白凝冰放下杯子，盯我道：“不好。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一下坐立不安，结结巴巴的回：“我太想知道。”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谈恋爱？我抬头，不明白他怎么一下子话题就跳过来了。想过啊，我想只要是血气方刚的少年都会幻想的。但是直到我10几岁的时候，谈恋爱的想法也就慢慢淡了。我可不想以后自己的女朋友每天都问我叫什么名字，而我每次都要和她解释半天，天天重复这样的生活。白凝冰撑头问我：“那你对女朋友有什么标准？”我掰手指头：“这个嘛，首先要对我好，然后我说什么她做什么，长得漂亮善良，最好还要记得我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那你呢？你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？”白凝冰掀起眼皮瞅了我一下：“傻一点的吧，傻人有傻福。”我点点头，也是。我又感叹起来，我这么聪明的人，岂不是很尴尬？随即，白凝冰拿起手机给柳如烟发去了信息：“晚上出来喝酒，心情不好。”他发送地址就放下手机：“晚上带你去酒吧。”我惊讶的道：“真吗？我从来没去过。那我去换件衣服。”白凝冰鼓起嘴看我上楼。渣男，喜新厌旧，一点眼色都没有。没看见我不高兴吗？还相处了这么多年，我都想哭了都看不见，还要哄他带他去玩。我随便换了一身衣服，看镜子中的自己，感觉还差点什么。无意间想起了白凝冰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是一瓶男士香水。他说那是为了让我能够被人注意，精心给我挑的礼物。不一会儿，白凝冰推开我的门：“好了没有？你怎么这么慢？”他看我拿一瓶男士香水往身上喷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站在门口脸红的说道：“香水盒子里的信你看了吗？”他摸了摸耳朵，用手玩自己领口的蝴蝶结来转移自己的紧张。我漫不经心的回道：“你说信啊，我看了，有什么问题？”白凝冰扣蝴蝶结的手微微用力，垂下的头发遮住了自己的眼睛。你就没有要对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淘宝上写给买家的信，还要让我发表感想？白凝冰视线有些模糊，鼻子泛酸。昨天晚上有多高兴，今天就有多难过。果然顾晨一点都不喜欢自己，他一直都把自己当妹妹。我看眼睛通红的白凝冰吓了一跳：“你干什么？哭了吗？”白凝冰深吸一口气，两边的手用力握紧，脑海里2个声音在说：“直接扑上去告诉自己喜欢他，告诉他可不想当他什么狗屁妹妹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别这样，你想吓到他吗？到时候你连好兄弟都做不成。”脑海里的小人吵个不停。白凝冰握拳的手渐渐放弃挣扎，我一脸紧张的看他：“白凝冰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一下子流鼻血了？”白凝冰伸手摸了摸鼻腔里传来的血腥味，让他彻底回神。没事。然后将头埋在膝盖处，低声骂了句：“白凝冰，你是真啊，喜欢这种事都不敢说。”2个人折腾了半天后出发，到了才发现沈费和柳如烟都到了。柳如烟叫了2杯酒，拿1杯酒走到白凝冰旁边说道：“喝点。”白凝冰挑眉：“好。”我看一旁的沈费，他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。自从重生后，沈费每天都担心自己在做梦，生怕一觉醒来就又回到他在餐厅当服务员的日子，打算今天晚上就和柳如烟分手，而且他得尽快和顾晨搞好关系，这样就不用靠柳如烟接近顾晨了。我听他的心声，一脸疑惑。我听这意思，怎么就越听越不对劲呢？沈费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兄弟，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别生气啊。你不觉得白凝冰对男生很过分吗？”我反应过来，这是真把自己忘了。
我配合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沈飞握拳头愤愤不平，眼睛里却闪过一丝不屑。你看看学校里这么多男生喜欢他，他却爱答不理。他要是没那张脸，谁会喜欢他啊？我脸上的笑容已经转化了严肃。你没事吧？他又没逼迫人家喜欢他，而且他在开学的时候就表明了。你也说了，你们喜欢他也只是因为他的脸，他凭什么不能拒绝你们？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白宁冰，凭什么这么说他？沈飞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。你别生气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怎么回事？刚刚还好好的，难道他也喜欢白宁冰？就他一个路人脸，他也配？我给你说这些事是给你脸了，反倒教育上我了。我听他的心声，不屑地看他。依我看，你比他们都不如。沈飞撑起一个僵硬的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又不喜欢白宁冰。我站起身，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我说什么你自己清楚。沈飞双手握拳。系统，我还有几天时间？7天。宿主，你还没有任何进展呢，希望你加快攻略进度。宿主，你也不想回到重生前的日子了。我会完成的。我摇摇头，我觉得沈飞有点魔怔了一样，还有这个所谓的系统也不太对劲。另一边，柳如烟给白宁冰递酒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？白宁冰想这2天上下起伏的心情，一口喝完，吐出一个字：烦。顾晨那个榆木脑袋是真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在装傻？我过去白宁冰的旁边坐下，虽然白宁冰自己一副不开心的表情，但是还是注意到了我的不开心。白宁冰侧头看了我一眼，便掰我的脸，皱眉。谁惹你了？我躲开他的手，没事。柳如烟喝了几杯，有点上脸了，指白宁冰打趣道：白宁冰，你怎么跟看小宝宝一样啊？谁会欺负咱们家的顾晨哥哥？白宁冰转身掰柳如烟的手指头，说清楚谁家的。柳如烟抓白宁冰的手腕叫：疼疼啊！你的还不行吗？我被柳如烟的表情给逗笑了。白宁冰看我笑了，又看向了我。怎么样，高兴了呀？我无奈摇摇头，我本来就没生气，心里却在意的想，只是被沈飞这个搞得有点烦，特别是他还说白宁冰的坏话。然后我好奇的看眼前一杯蓝色的酒，你们喝的什么酒？白宁冰端起来给我看，鸡尾酒。我扒他的酒杯抿了一口，瞬间我就皱起了眉头，这不是我的菜。白宁冰看杯口处一个淡淡的印子，他不动声色地转了一下杯口，对印子一口喝完，舔了舔唇，是我的菜。柳如烟看他的骚操作，眉头微跳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骚是真的骚，但是没骚对地方。刚刚还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，现在看见顾晨就跟狗看见骨头一样。一群人就这么喝酒，回家都快12点了。我输入密码开门进去，突然白宁冰抓我的手腕，把我踉踉跄跄的带到了沙发上。我抬起头控诉他：白宁冰，你不会现在发酒疯了吧？你别无理取闹，现在天这么晚了，赶紧洗了睡觉。一滴水落在我的手腕处，我瞳孔放大，说话的声音顿住。白宁冰哽咽道：你凶我。此时的白宁冰哪里还有平日拽拽的样子？我擦掉他脸上的泪水，用温柔的声音哄道：我哪凶你了？你看你已经很累了，现在也很晚了，该休息了，对不对？白宁冰在我手上轻轻蹭了蹭，然后将头埋在我的肩膀上，闷闷道：你哄哄我。他的胸腔紧紧地压在我的胸口处，近到我感觉我们俩的心跳都同步了。我想推开他一点，刚使力就被他又搂得更紧。我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：宁冰，乖，别生气了。白宁冰嗯了一声，我不知道哄了他多久，直到我听到白宁冰微弱的呼吸声，我才哭笑不得地松开他。没想到白宁冰这家伙喝醉了，居然心灵这么脆弱，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小时候。那个时候我和白宁冰差点被人卖掉，跑出来的时候受了伤，他在医院躺了好久，直到出院后，白宁冰变得特别黏我。有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睡后，第2天早上就会看见不知什么时候睡在我身边的白宁冰。我一个公主抱将她放在了床上，怕她喝醉了不老实摔下来，我又在地上放了好多个抱枕，然后打哈欠上楼睡觉了。第2天醒来已经中午12点了，我打哈欠慢慢走下楼，没见白宁冰的身影，只好又上楼敲了敲她的门，敲了过后没反应，我只好推门进去。白宁冰，你还好吧？我戳了戳她。白宁冰皱眉闭眼睛，声音嘶哑：头痛。我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拿体温枪在她头上测了一下，37.4摄氏度，有点低热了，可能是我有点急，然后脱口而出：白宁冰，你自己把衣服脱了，我帮你擦一下。白宁冰脸红的看我的脸，慢慢嗯了一声：那我去拿毛巾。等我端盆子和毛巾过来，白宁冰乖乖地脱去了上衣。我拧好毛巾，一步一步地在她身上擦，慢慢的我顿住，我都没想到她小小的身子下居然还有马甲线。我意识到自己在看什么地方，脸一下子爆红，视线也不敢再看，把拧好的毛巾塞到白宁冰手上，其他的你自己来吧。白宁冰蹙了蹙眉，声音的：顾晨，你一点都不心疼我。我张了张口，背对他解释：我当然心疼你，但是男女有别。白宁冰翻了个身，盯我的背：你也只有这个时候知道男女有别。你擦好了吧？我转过来了，我摸了摸他的脸，好点没？乖乖的先把药吃了。白宁冰一眨不眨的盯我：我不想吃药。我自己都没察觉自己的语气有多软。知道你的怪毛病，我来喂你行了吧？我拿出一颗退烧药，温柔的让他张嘴，然后
递给他了一杯水。白凝冰垂眼听话的张开嘴，乖乖的吞了下去。看他喉咙滚动，我抬手碰了碰，怎么样？下去了没？白凝冰张开嘴给我看，果然那颗药还在舌头上面没咽下去。我把杯口递到他嘴边，没事，来再喝一口。白凝冰喝了一大口，张开嘴，我看这颗药咽下去了，夸他真棒。然后拿出了一颗糖递给了他，给你的奖励。白凝冰含糖，一双眼睛就没离开过我。我开始打趣他，要是让学校的人知道平时的高冷女神生病，居然连药都咽不下，不知道该如何想。白凝冰嘟嘴，小声嘀咕，我又不在乎他们。好好好，那你睡会，我等会儿叫你起来吃饭。我下楼开始准备早餐，知道他不舒服，我便想煮粥给他吃。我按下电饭煲后，又上楼去看了白凝冰一下，见他睡得正香，轻轻地走了出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拿出手机看起了群消息，大家来我家看恐怖电影吧，我买了好多零食。我打字回复道，白凝冰感冒了，就不去了。哪知道他们都兴奋起来，白凝冰感冒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，我还从来没看见他感冒过。我嘴角抽了抽回复，我看你们是来看戏的吧。这时电饭煲传来滴的响声，我盛了一碗给白凝冰端去房间里。白凝冰还没睡醒，我放下粥叫他，凝冰起来吃点东西再睡。白凝冰睁开眼，刚睡醒，眸子里还带模糊。看见我之后，他慢慢坐起来。我端粥问，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白凝冰的声音带倦意。我将粥端到了他的面前，来，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白凝冰张开嘴，你喂我。我张了张口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背后就传来一阵响声。宁红叶和柳如烟表情惊讶地看这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，但是沈费好像没过来。我没好气地说道，进来啊，站在那儿干嘛？宁红叶反应过来，快速地捡起地上的水果，然后磕磕巴巴地说，没想到白凝冰生病了，这么奶唧唧的。柳如烟被他的形容笑疯，白凝冰的表情已经黑得不成样子。如果视线可以杀人，他们俩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笑了笑，好了好了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一看你们就是没人疼的。白凝冰仿佛被我这句话安抚到了，说得对，他们是没人疼的孩子，我们不跟他们计较。柳如烟故意委屈道，你双标，我也是和你从小就认识。趁他们聊天的空隙，我拿他们带来的水果去厨房给白凝冰洗了葡萄。我洗完水果出来，房间里就剩白凝冰了。我往白凝冰嘴里塞了颗葡萄，问道，他们呢？白凝冰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，撇了撇嘴，冷哼了一声。我放下东西，表情严肃，小姐怎么了？谁惹你不开心了？小的马上去办了他。白凝冰指我委屈地说道，是你。什么？居然是小的惹你不开心了？小的马上以死谢罪。白凝冰看我勾起唇笑了，嘴角的梨窝给冷漠的脸上添上了甜蜜，宠溺地道，傻子。我叹了口气，终于笑了。白凝冰，你可真难哄。我拿温度计，我们再测一下体温，然后下去吃点东西。我看体温表，好了，体温正常了。白凝冰说，我去洗个澡，他们在下面，你先下去，身上一身汗，黏黏糊糊的，不舒服极了。好的，我叮嘱他别洗太久，冲一下就好。你感冒才刚刚好。白凝冰看我的眼神温柔的快要溺出水似的，他突然觉得一直生病下去也不错。这样的场景让他想到了老夫老妻的生活。我下楼就见宁红叶和柳如烟在商量看电影。宁红叶看到我兴奋地说道，顾晨，今天我们就在你家看恐怖片，我道具都买好了。我生气地叉腰，我们家禁止一切邪门东西，要看就好好看，别整那些玩意儿。随后身后就传来了白凝冰的声音，没错，这可是我家，你们要在我家抓鬼呢。我回头就看见白凝冰正蹲在冰箱前，我看见他伸手拿出来一瓶冰镇可乐，立马就跑过去夺了过来。你感冒还没好，不能喝冰的，这个给你，你喝这个。白凝冰默默起身，垂眼看我手上的旺仔牛奶，然后伸手接了过去，慢吞吞地回我，不喝冰的也瞎了。我尴尬的挠头想了想，觉得白凝冰说的挺对，自己好像以前是挺瞎的。突然咔嚓一声，房间里的灯突然被关掉。我和白凝冰回头看过去，宁红叶将那些道具收了起来，然后打开一盏红色的灯，笑对我和白凝冰说道，不抓鬼，搞点气氛总可以吧？别说，整个氛围看起来散发恐怖的画面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白凝冰看我的侧脸笑了笑，一把拉我的手朝电视走了过去。他几步上前把灯打开。宁红叶蹲在哪儿啊？凝冰姐，你别开灯啊，这是我们特意买的道具。柳如烟头上捂被子也跟叫，快关灯，快关灯，我的感觉都快没了。白凝冰瞄了他们一眼，提醒他们，这是我家，要看就好好看，别整那些玩意儿。宁红叶对柳如烟说，好吧，看在凝冰姐和顾晨的份上，我今天放过你。本来他和柳如烟打赌，今天谁叫一下，明天就在朋友圈发谁的一张丑照。结果牛皮越吹越大，连道具都拿出来。柳如烟掀开头上的被子说，搞笑，是我放过你好不好？不然你小子输定了。我无语的看他们，明明也很害怕，却跟对方放狠话的行为，迷惑，大大的迷惑行为。行吧，开始看吧。两人这才放弃小学生行为。电影开始，电影的色调开始变暗，
音乐也开始变得恐怖起来。我其实挺喜欢看这种恐怖的东西，只是自己一个人不敢看。如果有人陪一起看的话，那我就完全不怕。电影里一下子音乐停顿几秒后，突然出现一个女鬼，宁红叶和柳如烟被吓得抱在一起。我不仅被吓到，看他们俩傻样。我侧头看了一眼旁边的白宁冰，就看见他看宁红叶和柳如烟嘴里吃东西，完全把他们当电影来看了。前面两个人被吓得快要缩成一团，后面两个人吃吃喝喝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我已经开始吐槽了，看这女鬼有点可怜啊，完了这人估计要死。不是吧，这剧情也太没意思，完全一路到底。白宁冰看电影的时候不怎么说话，全程下来就听到我叭叭叭吐槽的声和宁红叶他们两个叫声。不过他本来也不是话多的人，平时对别人时也都显得非常居高临下。沈飞这2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，重生以前的事他好多都已经不太记得，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只有5天时间了。他必须在这5天之内获得白宁冰的好感。系统，你能告诉我现在白宁冰对我的好感多少吗？非常抱歉，因为你现在一直没有行动，所以查询不了。沈飞根本没办法，上次和我不欢而散后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靠近白宁冰。沈飞很少和柳如烟打电话，虽然他为人挺大方，但是他却对自己一点都不上心，这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事情。本来做她男朋友之前，他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据说他玩的花，对男生几乎是来者不拒。和他告白的原因，主要是他还和白宁冰的关系不错。等等，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过2天他们应该会去民宿的。听外面父母的争吵声，他眼睛闪厌恶，都怪他们。出生在这么平凡的家庭，他永远无法出头之日。他不甘心，他一定会攻略下白宁冰的，不会再让自己的人生过得这么糟糕了。暑假到来的日子，一群人恨不得跑遍所有地方。不知道是谁提议去民宿玩，一群人就收拾好行李出发。我和白宁冰、宁红叶一起出发，沈飞带他的朋友一起出发。天气很热，我坐在车里都出了一身汗，带的冰水早已经不冰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出门不利，车里的空调居然半路坏了，我靠在玻璃上，背后已经湿了一大片。白宁冰，好热。我后悔了，不该过来玩的。我是属于非常喜欢出汗的体质，动不动就是一身汗，所以我夏天特别不喜欢出门。要是没有人叫我的话，我估计可能在空调房里过完一个夏天。白宁冰拉我的手，让我靠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又从包包里拿出杯子，里面是他装的绿豆汤，还是冰的。他慢慢递到我的嘴边。早说了，让你别来，非吵来。我低头抿了一口，眼睛微亮。冰的。白宁冰挑眉。保温杯就是牛。我朝他比心，爱你。白宁冰眸色微亮，勾起唇看我，声音低沉。背后的宁红叶在前面叫喊：我也热死了，我也要喝。宁冰，你给我喝一口。白宁冰丢给他一个小风扇，回他3个字：自己吹。你偏心。宁红叶拿风扇呼呼的往脸上吹气，呼呼的坐回去，又把它放进衣服里，衣服鼓出来，活像一个得不到妈妈宠爱的小孩子。他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我问白宁冰：你不喝吗？白宁冰擦了擦汗，摇摇头。快到了。司机师傅也是满头大汗。对不住啊，这车真的该换了，我不该省那个钱的。放心，还有5分钟就到了。没事，师傅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宁红叶也说。是啊，师傅没事，你还是赶紧换车吧，不然你也不好受。司机师傅点点头。好嘞，到了，小朋友们，谢谢啊。跟师傅告完别，我打量这一幢红瓦绿墙复古风的3层民宿楼，外边已经停好些车子，因为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别的游客也选择了这个新景区度假。远处不仅能看见一大片的自然湖泊，再远一些的地方还能看见连绵起伏的翠峰。我惊叹不已，这民宿跟其他地方的还不一样。进去后是个3进制的院子，1层是娱乐区，里面声音尤其热闹；2层是休闲区，里面还有个游泳池；第3层就是吃饭的地方。不得不说，这地方真的不错，难怪还有些有钱人过来这里避暑。等他们进去房间休息的差不多了，沈飞才带着柳如烟姗姗来迟。柳如烟声音轻盈：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沈飞催着他坐下。好了好了，来都来了。对了，咱们可是要待3天的，怎么分房子？我举手盯手机，我一个人住，这该死的游戏我还不信过不了。白宁冰说。我也是。宁红叶摊手。那我也是。算了算了，我问了个什么屁话。那沈飞，你也自己住吧。红叶，我和你住。宁红叶无所谓。沈飞点点头，看着白宁冰，正好这样就方便他了。他记得前世白宁冰他们来过这里，而且好像还记得发生过一件大事。听说白宁冰好像和别人打了一架，原因他不知道，但是白宁冰好像因为这件事导致手骨折了，所以他一定要去阻止，让他对自己产生好感。我跟这个游戏杠上了。突然我手机上出现一道黑影，同时响起的是白宁冰低沉的声音：点叉子。我一愣，条件反射的点了一下叉子，赢了。他的一条腿和我的大腿碰在一起，我睫毛轻颤，要是过不了你就死定了。宁红叶趴在桌子上看着我们，就看见白宁冰手搭在沙发上，他的头离顾晨特别近，整个人像是一棵大树把顾晨遮住一样。他想，如果现在顾晨不经意的转头，
绝对会亲上宁冰姐的脸。她摇摇头，她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想法？柳如烟在旁边看她摇头晃脑的。你干什么？脑子抽筋了？宁红叶给了她一个手指。你才抽筋了！柳如烟挡住她。我错了。然后又慢慢的说，你根本没有脑子这东西。宁红叶勒住她的脖子。我打死你！沈飞一个人坐在那儿，看白宁冰离我那么近，牙齿咬着唇用力。他不过是拿了一个好出身而已，就让白宁冰对他这么不痛。不过还好，白宁冰不喜欢他，这点他还是知道的，不然这么多年白宁冰也不和他表白。而且长得好看也没什么用，存在感那么低有什么用呢？在学校几乎都没人认识他。我看着手机上显示你已成功加入羊群，陷入了沉思。白宁冰往后挪了挪。简单。我愤愤不平，这是运气，绝对是运气。我瞪着他怎么办？我想小乖乖白宁冰了。白宁冰摸了摸脖子，转移话题。饿了，去吃饭吧。我成功被转移话题提议。我刚刚看到下面有一家火锅，哎，咱们去吃火锅吧。一群人打打闹闹的走去下面吃饭了，几人外表都不差，再加上一个白宁冰。他们一进门，几个男生都在讨论。天啊，那个穿白色衣服的小姐姐好漂亮，卧槽，真的极品啊！不过看上去她年纪挺小的，而且她旁边的小哥哥长得也好好看。这个点火锅店人还不是特别多，所以我们被安排在一个4人桌的位置，我和白宁冰坐一边，沈飞和柳如烟坐一边，然后宁红叶被安排了一个单人小凳子。白宁冰已经开始点餐了，他点得很快，几下就勾好递给他们。点好菜以后，几人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柳如烟突然开口：“你们要喝奶茶吗？我看旁边好像有卖的，我去帮你们买。”沈飞说道：“我陪你去。”等他们去买奶茶后，我想起蘸酱，我去调配料了。我陪你去。宁红叶坐在那道：“给我带一碗。”配料台那边有几个女生，我和白宁冰站在旁边等了他们一会儿。几个女生突然推推搡搡地打量了我几眼，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小姑娘上前问我：“哥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”我看了一眼白宁冰，摇摇头，不明白她想干什么。难道现在女生都男女通吃了？女生表情惊讶，高兴道：“那哥哥，我们能加个微信吗？”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这居然是在跟我搭讪。我原谅自己存在感太低，还真没遇见过这种事情。然而反应过来后又有点尴尬，早知道刚刚就说白宁冰是我女朋友了。白宁冰脸色从看见这女生过来就不太好，看见我摇头否认她是我女朋友就更差了，看着我半天不拒绝。她咬咬牙，又生气又委屈，这女生哪里好了？没她好看，没她高，皮肤也没她好。她微微上前一步凑近我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像宣誓主动权一样，无形的在诉说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。然后她眼神阴沉地瞪了我一眼，女生看见一愣：“哥哥，你不是说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”我面不改色，心不跳地说：“她不是女朋友，是老婆。”白宁冰眨了一下眼睛，心脏里好像被这2个字加了密一样，甜滋滋的快速跳着。她脸上一下子荡漾出了笑容，然后迅速在我的脸颊边亲了一口。老公。我睫毛轻颤，耳朵微微一热，摸着脸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。白宁冰笑得梨涡上扬，眼神宠溺地看着我。瞪老婆干嘛？老公。我推开他，旁边几个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已经走了。你够了，人家都走了。然而某人好像叫上瘾了。什么？老公，来，老婆给你调酱吧。我觉得刚刚一定是脑子抽筋了，威胁道：“再叫我就让你知道用调料洗头是什么滋味。”白宁冰语气荡漾：“你好凶啊，老公。”等2人坐回去，白宁冰总算是正常了。他现在满脑子都被我叫的老婆洗脑了，一遍遍回荡在他的脑海里。宁红叶看着我们，这是怎么了？调个酱，怎么感觉是调情了一样？白宁冰这家伙肯定是感觉抓住了我的把柄，他含笑：“白嫖的快乐你不懂。”可不是，白嫖一声老婆，我好想打他。宁红叶迷惑：“白嫖啥？调料可都是我们给钱了的，一个人7块钱呢，我得再去调一碗吃回来。”宁红叶刚走，沈飞和柳如烟就提着奶茶过来了，正好菜已经上一大半，锅也热了。柳如烟坐下吐槽：“我的妈，热死了！这奶茶店也太多人了。”沈飞把奶茶分给他们，递给白宁冰的时候，他还贴心的给他插上了管子。我看了沈飞一眼，只觉得那根管子怎么看怎么碍眼，啪嗒一声戳开自己的奶茶，大口的喝了一口。白宁冰已经拿着碗筷开始煮东西，宁红叶和柳如烟调好料也回来。柳如烟看着沈飞没动，问：“沈飞，你不调蘸料吗？”沈飞笑道：“我不太喜欢吃这些，你们吃吧，等会儿我去下面随便买点吃的就行了。”柳如烟点点头，好像只是随便问了一句，也没再管他，自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我碗里已经一堆了。白宁冰，你自己吃，我碗里放不下了。白宁冰夹着辣锅里的东西，蘸了一下酱，一口吃下。知道了，老公。我反应迅速的拧了他一下，见大家没看向这边，白宁冰凑近我的耳边，声音带着些戏谑：“老公随便摸。”我猛地一下耳朵通红，刚刚好像是在了他的大腿上，而且还是内侧，要是再往上一点，我顿时觉得气血翻涌，